占星，体育系毕业，从没学习过出版相关的专业课程。没有。那么有没有参加过工作？我大学的时候做过兼职。求职意向总裁助理，你能说一说你应聘这个职位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是陆老师多年的读者，我非常喜欢他的书，所以我希望能留在他身边工作和学习。别紧张，坐下说一下。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儿？我认为，想要成为一名总裁助理，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就是胆大心细。我胆子特别大，我从小就是比一般男孩子胆子都要大。很多男生宋凡，你们继续，就当我不存在。陆师兄，他怎么会出现啊？除了胆大心细之外，你认为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呢？我是运动员出身，运动员生涯教会我不达胜利绝不罢休，不抛弃不放弃。你是运动员？不抛弃不放弃，所以你为什么放弃你的运动生涯呢？我说话，南星，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你说话。哎，李总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找他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随便看看。你们继续。南星啊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的运动生涯了？只是面试一个助理，你一个公司总裁亲自出马，还盯着一个小女孩不放，怎么稿子写完了这么闲？就这么不想要一个新助理？你知道我不喜欢陌生人在我眼前闲逛。那怎么办呀？让我回来继续盯着你，24小时当你保姆？以前这样不就挺好了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现在习惯了拿 CEO 的薪水了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不讨论了，我说了算。去哪儿？听你的话，回去写稿。签完再走，各部门都等着呢。我们都讨论过了，不是吗？只要你确定就行啊，反正你也不会出错。按你的话，是不是总裁应该由我来当？你要真的想当就太好，那我可太轻松了。以后我就在家乖乖写我的稿子就行。明天记得来开会哦。小楚，哎，周五开会时间下午1点改成2点了。娇姐，那这个时间要不要重新协调一下？肯定是得重新协调一下。老板好。老板，我晚点发给我。哦，签好了。这个去。好。看一下，签好了。嘿嘿，就等这个了，谢谢叶总。哎，对了，叶总，这几个区域的销售状况比预期好很多了。目前主渠道、二渠道的经销商都来催货了，希望能赶紧补上。决定好，去忙吧。好。这个签好了，好。然后这个给我带给商务部的刘主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去。拜拜。怎么就说不出话来了呢？是不是傻？上面呢就有这一次签售会的成果了。
这个成绩和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。所以在下一轮签售会的场地选择还有现场协调方面，我们会再想想办法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问题，因为老板直爽，所以得罪了那些小鲜肉的粉丝。陆老师啊，我们都知道您的作品呢已经进入到了影视化改编环节。那我听说啊，有几个当红的小鲜肉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选角名单当中，这件事儿属实吗？属实，但我觉得他们演不了。现在外面的舆情还是比较严重的，我和娇娇呢也做了一些方案，想要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应对这个问题。不用应对。老板，咱们真的不是怕被骂啊，只是他们所属的总公司和咱们电影的一个投资方关系很密切，他们现在吧对您的发言有一丢丢不满意，商务部门预警随时都可能有撤资的风险。没关系。风声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呀，这几位人选和马冷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。基于保护作品、保护角色，老板的回答没有问题。况且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们就借我们出书来进行炒作，这样的投资方，我们也要考虑要不要继续合作下去了。我们公司今年的目标，依然还是选拔新作者。我跟叶晴创立 X 文化的初衷，不是为了卖版权拍电影，而是为了给更多像当年的我一样的年轻作家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写出好作品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你们继续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散会。崔刚，总裁办这次招聘怎么样？挺好的 ，HR 刚给了我几份资料，都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各方面素质也都 OK。哎，总裁助理的名单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南星的？南星好像没有，我找找。我记得是没有，都在这儿了。对，没有。出面的名单里好像是有他的，把他的资料给我看一下。喂，哪位？请问是南星吗？是啊。啊，您好，我是 X 文化的 HR。您昨天是有来我们公司面试总裁助理的职位是吗？对。啊，我是要通知你，恭喜你被录取了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以为自己被刷下去了。您的确是被录取了，详细的通知呢都在邮件里面，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。真的，我收到了。没问题的话，就等您明天来公司报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哇，真的 ，X 文化，陆师兄，他该不会是认出我来了吧？他该不会是在什么签售会上看见我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我是走后门进去的。你好，我今天过来报道，我叫南星。你哪个部门？总裁办。总裁办是吗？你先在那边坐一下吧，然后总裁办那边没有人接电话，我先进去找一下。好，谢谢。
下忙。哦，好。哎，我来吧。好。谢谢。哎，那个，要不你帮我背一下这个吧？好啊，谢谢。南星，南星是吧？这就是咱们总裁办的工作区域。介绍一下啊，我就是总裁办的主管，我叫胡娇娇，叫我娇姐就行。然后这个是小楚，这个是雨帆。娇姐好，雨帆哥好，小楚姐好。那个我叫雨帆，还有不要叫我姐。我是小楚，叫我小楚就好了。哦，那个工作上我也大概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咱们总裁办的工作范畴非常宽泛，比如说策划发布会、签售会、对接媒体平台，这些咱们都会涉及。但是，咱们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，就是咱们的总裁陆子晨，陆老师。那个这一片你早晚会熟悉起来的啊。我先带你去别的部门参观参观，跟我走。咱们公司的这个部门还是挺多的，这边就是咱们的发行部。等一下，海涛哥，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咱们发行部的老大海涛哥，这个是我们总裁办新来的总裁助理南星，啊，海涛哥好。不错。加油。加油。那个走吧。这边呢是咱们的宣传部，主要就是负责新书出版之后各个平台上的宣传什么之类的。珊姐，那个介绍一下，这是宣传部的老大珊珊姐，这个是我们总裁部新来的助理南星。珊姐好，好感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小林。早上谢谢你啊，以后叫我小童就行。小姐她力气真的特别大，以后早上搬书能不能借我们用用？做一个备忘的情况发给他，看他们那个回复。叶总，南星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叶晴叶总 CEO，这位是叫我朱老师就可以。编辑部负责人，落实一下吧。行，好嘞，那我先忙着了啊。南星是吧？帮我来一下。来啊，我又不能吃了你。进来，坐。你不是这个专业毕业的，也没有过工作经验，对吗？但你是陆子晨的读者。我看过你的简历，还有你的面试记录。你其实不符合我对总裁助理这个职位的要求，但是我还是让他们把你招进来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说过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我是运动员出身，运动员生涯教会我不达胜利绝不罢休，不抛弃不放弃。如果真的能做到这点的话，我相信你可以胜任这个职位。你可以吗？你会说话了吧？会，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。你现在面对我就紧张成这样，那你怎么面对陆子晨？怎么当好他的助理啊？老板的助理是最好的学习岗位，如果你努力的话，会有很大的成长。当年我就是他的助理啊。我知道，我在网上看到那些八卦，除了说我跟他有一腿之外，其他大部分都是真的。他也看这些啊？当然了，他是我司最大的资产，所以关注他的舆情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。我给他当了10年的助理，今天我想把这个包袱丢给你了，可以吗？
应该可以。总裁助理是这个公司淘汰率最高的职位，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而且你已经进公司了，就算追星成功了，结果不重要，享受过程吧。去忙吧。今年还是一样，带你学会滑冰，生日快乐！娇姐，我先过去了。我马上到。娇姐啊，那个花是同事们送给我的吗？啊，那个花啊，那应该是你的上一任助理走的时候忘拿走了，还挺新鲜的哈。总裁助理是这个公司淘汰率最高的职位。娇姐，我们老板人很凶吗？叶总跟你说的，啊，完全不用担心，老板很有涵养的，从来都不骂人。对啊，我之前在签售会上见到他也是这种感觉。他一般对谁不满意吧，就是直接开除，不太会凶你的。你也不用太紧张哈。老板呢，他不太会出现在公司，他一般就是在家闭关写稿，偶尔来公司呢，就是开个会什么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不太出现在公司，但是也可能随时出现在公司。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？不用做什么准备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人都到齐了，马上。那个，我先开会啊，你先忙啊。吴帆，我今天忘带杯子了，咱们公司有没有多余的杯子可以借我用一下？你不会从早上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吧？一天都没喝水，你不会渴吗？跟我来。什么情况？这里呢是公司的备用水杯，你拿着它喝水，喝完了洗干净放进去好。好，谢谢。你们说，晚上公司的迎新要不要带男星啊？你忘了那些前任助理了吗？刚迎完新就被开除了，多尴尬。我觉得羽凡说的有道理。